的这个动力。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 and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 好，我们今天来试驾一下重庆的第一台啊，这个追550。今年包括说去年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其实对整个的仿赛这一块，那比如说那边的那台赛550，关注度是蛮高的。但是这个街车，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产品。那么今天呢，就来实地的试驾一下啊，因为看网上的参数的话，这款发动机啊，这款270度曲轴的发动机，它有45个千瓦，45个千瓦其实跟之前的650NK 啊，它是一样的动力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实地来试一下，但是在试之前呢，我们看一下外表的配置吧。首先这套开关键的不同于以往前将的这套通用键，它是做了一个新的按键啊，还是个人认为手感这些的话，都还是挺不错的啊，包括这些都是可以选的啊。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我们有，比如说它有个什么胎压的配置啊，都是可以看。然后还有什么？下一页啊，还有这个 TCS， 等一下我们再去试看一下它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模式的选择啊，一共是普通和运动模式2个模式。好，那么退出去，暂时先不说这个仪表了。好，那么外在的配置呢，最主要的啊，一个是发动机以外呢，还有就是它这个刹车，包括说减震。减震是马祖骑的，我不知道它这个预载能不能调啊，应该是回弹和压缩可调。然后，下面就是比较熟悉的啊，2个布雷伯的那个水疗卡钳，然后双碟啊，然后它这个轮毂呢还是这种处理的啊，其实这种处理怎么说呢？看个人喜好吧。我个人会觉得它这种设计，前面这种轮毂的设计，在外圈的。这个它不做亮的，在里面做个内圈，做个亮面的，其实会显得整个轮毂会更加的小。我觉得如果说做到外圈做一些点缀呢，可能反而会更好看。那我看到前面就是一个 LED 的头灯啊，它是一个裸露式的，它不是说像这儿会像常规的会做一个那种塑料的那个罩子给它盖起来，这个就直接的灯带，然后透镜啊。这个灯光呢，我们暂时可能看不了，但是配置还是有的。然后一个前浆自己做的一个直推上泵啊，其实这个泵呢，可能跟 Brembo 那个前浆的 Brembo 是一个东西，但是它没有打标啊，手感呢比普通的侧推泵呢捏上去还是要更加的线性一些。然后后刹车这些后刹车是用的这个 Brembo 的这个浮动的卡钳啊，没有用上那个小螃蟹，但是应该。效能不会差得太远，毕竟国产车限制它性能的并不是说硬件，而是说一些软件调教。那么这个尾排啊，个人觉得有点太简单了，有点丑，说实话，不如隔壁的450NK 设计的那么的有设计感，直接就2个洞就出来了啊。不过整车看上去呢，还是设计感还是挺强的，包括整个尾灯的设计啊，有点。宝马那个双 R 那种集成式的尾巴的感觉了。那么大概的外表呢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应该是试驾车，不知道是不是量产车。整体的做工细节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车架上的一些焊点啊，这个焊粘没有打磨干净啊，但整个箱体钢体上呢，做工还行，也没有发现说。有什么渗油漏油的迹象啊？当然一个准新车嘛，但是确实前浆的一些怎么说呢细节，你看这些线束啊，它的一些排布啊，显得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比较随意吧。但是整体
的车的整个设计也好，包括说用料也好，后减件是可调的啊，马祖系都还是一个大厂风范吧。它不会说跟怎么说呢，大号地平线并不会，它还是比地平线好很多。只是说我个人看来的话，它整车的设计和一些细节，比如说一些板件的设计，一些小的地方的设计，它不会有像友商那么的考究。但是怎么说呢？一个车看起来是一回事啊，整体来讲是不难看的。那么骑起来，是什么样情况，我们就骑起来，第一视角给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我也没骑过这台车，我是比较期待的。好，我们来打着听一下声浪啊，这道开关键的手感啊，还是挺不错的，比之前的档次也好，还是说手感也好，都是有进步的。它这次加入了一个双联齿啊，在这个发动机里面，整个的哨音那种咻咻的感觉是很足的。钱江是真的很懂现在市场大众的一个心理，真的钱江的车啊，大部分的车都是中国好声音，它的声音声浪是不会差的。但是相比起来呢，它的排气的声音会小一些，机器的声音会大一些。我们听一下排气。那么声浪大家都有听到啊，整体呢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270度曲轴的一个双缸机器的声音。OK，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骑起来看一下这台车什么感觉啊。我个人猜测这台车可能会比450N 更加的暴躁在低扭，可能会有一点点 KTM 390的那种拉扯感，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猜测。那么骑上去过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台车它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调 ，TC 我们现在打开，然后我们的模式呢，现在看一下是什么模式啊？我们看一下，模式现在是运动模式。那么我们就先直接来运动模式，我们来感受。首先坐上来第一感觉啊，这个坐高还是比较友好的。